各位朋友，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啊！而且呢，这个日本呢还是一个非常迷信的这么一个民族，子不语怪力乱神嘛。日本人呢最近呢在中国呢搞了好多这种封建迷信的事儿。你比如说在上海的浦东建一座大厦，犹如是什么日本军刀之类的，反正是这玩意儿灵不灵的吧？啊，要能灵的话，他妈日本现在也不会这个惨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免不了中国有一批汉奸啊，配合日本搞这种神神道道的事儿啊。最近有一件事把中国网友又给气坏了。中国有一个演员叫朱一龙。美国有一个公司叫露露柠檬，卖服装的那么一个公司，是吧？他们呢在长城搞了一场品牌活动，这个品牌活动是在长城之巅敲日本鼓。你瞧瞧朋友们啊，这个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找了一个中国的敲日本鼓的这么一个乐团，然后又请了一个名字叫做朱一龙的，那位说他配叫龙嘛？哎呀，人家这个取个名字，对吧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认为他是龙是虫的话，那是你的看法。人家他名字姓朱啊，那不是古代皇帝的名字吗？然后又叫一龙，请一个叫朱一龙呢，在中国的长城上敲响日本鼓，这就很具有玄学上的意义了呀，朋友们。这个事儿把中国的网友都给气坏了。这个朱一龙啊，这个家伙，你说他是蠢呢还是坏呢？我们先来看啊，他都干了些什么。这个事儿闹大了以后呢，他道歉了啊，这个演员道歉了。说我们是受害者呀，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儿的这个意义呀，反正是我们给钱就去就参加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对吧？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朱一龙的粉丝呢还跳出来说，因为我们家哥哥打的不是日本鼓，是中国鼓啊。结果呢，中国的一众的网友大 V 出来锤了。你说是中国鼓，那咱就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吧。我是老吴，同志们，关于在长城上敲鼓那件事的争议，目前仍在持续当中。可是截止目前，Lululemon 品牌方、朱一龙工作室还有反响 Hiko 鼓团均没有任何正面回应，反倒是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。我今天这个视频要向反响 Hiko 鼓团创始人叶松元公开发起质疑。叶松元先生您好，请问您的鼓团平时敲的都是什么鼓啊？您不用说话，有视频为证。我是叶松元。我在成都打太鼓。1、2、3、来！太鼓呢，它是日本的一个传统乐器。那么您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打太鼓的呢？您还是不用说话，依然有视频为证。太鼓呢，是我2009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的。我是通过成都的一个好朋友认识了香港鼓王阿奔哥，所以后来我09年开始做美国夏令营。我每次去美国的时候呢，我就在香港停留3、5天去找他学习。最开始我是零基础，然后我对太鼓的知识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刚开始他就从最基础的开始教我。这个视频是在2020年的10月2日上午9点钟由官方媒体发布的。以上那些话都是你自己说的啊，并不是我说的。那么你以为我是要问上面那2个问题吗？上面那2个问题，广大网友同志们早就知道答案了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。2024年5月17日中午11点56分，某文化杂志对你进行了专访。该篇专访我已经用取证软件取证完毕了。那么我来帮你回忆一下，你在这篇专访当中是怎么说的？杂志原文写道：多年前还只是非洲鼓爱好者的叶松元也没瞧上这样的鼓，
但在2009年的一场机缘巧合下，他对中国大鼓的看法发生了转变。这一年，叶松元受好友邀请到中国香港观看了一场中国传统大鼓表演。各位发现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吗？他24年的这篇专访与20年的视频专访当中的说辞完全不同。为什么仅仅过去了4年就从日本太鼓变成了中国大鼓？而且在24年的这篇专访当中，从头到尾他一直在说自己敲的那个玩意儿是中国大鼓，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，无法自圆其说呀。所以叶松元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你撒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虽然你现在账号搜索不到，但是这么大的舆情，我不相信你看不到。多亏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那么24年的这篇专访当中还有你的一张照片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你究竟是怎么好意思在24年的这篇专访当中说自己敲的是中国大鼓的？你后面悬挂的那个破玩意儿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那是日式装饰布帘，日语里头这玩意儿叫暖帘，那几块破布上重复的扇形是银杏以及松扇的纹样，那是典型的倭寇的传统和风装饰图案。所以你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儿？我等你的公开回应。网友同志们，你们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这事儿这回实锤了啊！这个他们请的那个所谓的鼓团，就是专门打日本鼓的，没准还是让日本的外务省资金养着的一种汉奸团体。这个事儿可实锤了吧，朋友们？而且还有网友扒出来了，说这个朱一龙这个人呐，品行也非常的可疑。长城上敲日本太鼓这事儿，品牌方和鼓团终于道歉认错了，实锤落地。朱一龙粉丝们，你们真的可以松口气了，你们哥哥这次就是被坑了。之前很多粉丝非说那是节鼓不是太鼓，以为是在护主，其实完全是中了品牌方和鼓团的圈套，被他们模糊传统乐器文化归属的话术当枪使了。这件事从头到尾，艺人本人就是最大的受害者。真正该挨骂的是那个居心叵测的鼓团，是急功近利的品牌方，还有把关不严的艺人团队。为什么品牌和鼓团这么快就低头？因为稍微一扒，底裤都没了。有网友翻出鼓团负责人的老底，人家09年开始从根儿上就是打日本太鼓起家的。你一个打太鼓出身的，摇身一变在央视等平台上宣称这是什么中华潮乐器。更微妙的是，这位负责人的名字和背景带着极强的日式色彩，甚至牵扯到松原这种典型日本姓氏。至于这背后到底是不舍日本太鼓的文化母体，还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千丝万缕的渊源，我不多做评价，大家自己品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所谓的中华大鼓不过是一层套上去的营销皮而已。品牌方为啥敢这么干？从心理学上看，这叫范畴模糊效应，不给你明确定义，全用东方韵律、中华大鼓这种大词打擦边球，利用你的认知惰性，只要沾点东方，你就自动脑补国风，悄悄完成概念偷换。社会学管这叫啥？文化符号挪用，套个本土情怀壳，低成本收割民族情绪。更有意思的是鼓团的名字，反响、开口，咱从中文语境琢磨，谁家乐团起名会叫自己反响？这不就是平凡的声音吗？正常不都得叫不同反响吗？但如果你把这个名字放到日本太鼓圈里，逻辑就彻底通了。日本太鼓团最爱用的汉字就是响，而 Hi-Ko 这种汉字加罗马音的组合是日本太鼓团最经典的命名排版方式。更微妙的是 Hi-Ko 的发音极其接近日语里响的读音 Hi-Biki， 你用着日式的器材，套着日式的命名逻辑，连发音都往日式美学上靠，这还能叫中华大鼓？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逻辑简直跟二次元里的中华娘如出一辙。啥叫中华娘？就是看着给你套件旗袍，梳个包子头，貌似是中国元素，但骨子里的性格和设定全是为了迎合日式审美的幻想。你们这所谓的中华大鼓，不也是借着一层中国大鼓的皮去装你们对日本太鼓的幻想吗？现在网上有一种论调，有些粉丝在洗地的时候也说，节鼓本来就是西域传入的，本来就不属于中国，较什么真儿用怎么了？听到这种话我真的着急。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帮着有心人模糊我们传统乐器的文化归属。必须明确一点，传入不等于外来。节鼓虽然在起源上是从西域传入的，但它在唐代就彻底融入了华夏礼乐体系，有考古出土的陶制节鼓、瓷节鼓。
有壁画石刻的形象，文献里还记着100多首节骨曲名和旧谱记录。虽然具体曲调大部分失传，但它早就不是外来符号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实打实的一部分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溯源都是外来，长城现场用的这套鼓跟唐代节鼓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物种。有人可能搜了出土文物会问，怎么好多节鼓是2头粗中间细的细腰形？确实，唐代细腰的腰鼓类很多，但古籍记载节鼓正如七筒，直筒型也是正宗。那就算拿直筒型文物来对比，细节也是天壤之别。第一，节鼓的七筒相对身长，而现场的主鼓鼓身极浅，是个扁鼓。第二，节鼓是横放在牙床上，拿2根细杖双面敲击，走的是精巧路线，而现场是高架直放，抡着粗锤单面砸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铁证，仔细看，直筒型节鼓文物上确实有皮条呈之字形牵拉，但注意，它鼓身正中是绝对没有那一圈额外的勒紧打结的。而长城现场那面鼓之字形白绳在鼓身正中加了一圈死结勒紧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日式地太鼓的灵魂所在。地在日语里就是紧固的意思，中间这个结就是用来绞紧绳索、调节鼓皮张力的调音环。唐代节鼓固定鼓皮，要么用铁钉木楔，要么用皮条两端牵拉，根本不需要，也不存在这种外侧中央打结调音的结构。这就像啥？就像和服溯源能扯到汉服，但你不能穿件12单站在长城上，非说这是复原唐代服饰。拿人家日本上千年本土化改造的成品，奥剧溯源唐代就敢叫复原古乐，这不是复原，这是生搬硬套的偷换概念。至于那些拿 ChatGPT 生成的假海报当救命稻草的，我就劝一句，别太迷信 AI 了。ChatGPT 生成的文字海报，乍一看确实仿真，普通人容易懵，但你但凡多看几张 AI 出图，那股 AI 味一眼就能看穿。为什么粉丝看不出来？心理学上这叫正实性偏差。为了消解认知失调，你只愿意看见央视俩字，连 AI 瞎编的假内容都当成救命稻草。但我想跟粉丝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艺人不是乐器专家，他可以不懂，这真不怪他。明星工作室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也没用，该问责的是他的商务团队和宣发。接长城这种级别的地标活动，文化风险审核是基本职能，连这种肉眼可见的文化模糊操作都把不住关，出了事让艺人占风口浪尖挨骂，团队躲后面装死，这不会失职是什么？你们无脑洗地，看似护着他，其实是在害他。团队会觉得出事有粉丝扛，下次就敢接更没底线的商务，最后消耗的全是艺人自己攒的路人缘。这事让我想起之前在山西，朋友穿明制汉服走古道，旁边研学的小孩张口就喊看韩服，没等我说话，他同学直接踹他一脚说屁，这是咱们自己的衣服啊。那一刻我又酸又堵。小孩认错不怪孩子，怪的是长期占满他视线的东西。总有人拿外来文化的视觉符号套个国风的壳往我们眼前塞，久而久之，看见太古当国风，看见汉服认韩服，到底该怪谁？别跟我扯文化融合，融合的前提是标清来源。偷偷换个中华大鼓的壳，拿民族情怀当营销卖点，那叫把寿司塞进月饼壳当中，秋里图卖。包装是中国的，心是外来的，谁买单谁冤种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想护着艺人，别拿 AI 垃圾当真理，回去盯着团队把商务门槛提上去，这才是真为他好。记住，文化自信从来不是拿相似的东西硬贴自己的标签，而是当我们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路上，有孩子不认识时，旁边有人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这是咱们自己的东西。朱一龙击鼓风波升级，曾去日本神社祈福等黑料被拔，还牵扯到龚俊。朋友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咱们来唠唠最近娱乐圈炸锅的一桩事，估计不少人刷热搜都看到了。朱一龙在长城上敲鼓，居然敲出了全网轩然大波。本来一场普普通通的品牌活动，愣是演变成了牵扯文化尊严和民族情感的舆论风暴，而且这2天还在持续发酵，连好几年前的旧账都被网友翻了出来，甚至还捎带牵扯到了龚俊，这里面的前因后果、是非曲直，咱们今天就掰开揉碎了好好说说。先说最表层的是，这事其实半个多月前就有了。5月底的时候，加拿大运动品牌 Lululemon 在北京黄花城水长城办了个叫鱼见长城的瑜伽嘉年华。朱一龙作为品牌大使是当天的重头戏，现场他和一个鼓团合作做了击鼓开场的表演。当时品牌的宣传文案写得特别漂亮，又是类想中华大鼓，又是传承东方美学，还说要和千年文明共鸣，粉丝也跟着夸，说朱一龙把国风之美拿捏得死死的。谁能想到10几天过去，这是直接大翻车。从6月9号开始，好几位打击乐的专业人士陆续站出来发声，说
朱一龙在长城上敲的这面鼓，根本不是什么中华大鼓，而是实打实的日本鬼太鼓。有个叫徐阳的从业者专门发了长视频，从形制、工艺到演奏方式拆解的明明白白。现场那鼓是长筒形的，鼓皮边缘外翻，用红粗绳交叉固定，这都是日本鬼太鼓的标志性特点。咱们中国传统大鼓大多是扁圆形，鼓皮用金属铆钉固定，根本不会有这么多外露的麻绳。不光鼓是日本的，连表演的节奏、动作都是日式太鼓的体系，和中国鼓乐完全是两码事。中国鼓讲究用鼓说话，节奏有变化有叙事。日本太鼓更偏仪式感，追求整齐划一的冲击力。这话一出来，网上瞬间就炸了。长城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抵御外侮的历史见证。在这么一个象征民族脊梁的地方，敲着日本的鼓，还打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做营销赚钱，这不等于明目张胆糊弄人吗？可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，不管是品牌方还是朱一龙工作室，反应出奇一致，不道歉、不澄清、不回应，就偷偷摸摸删改网上的宣传物料，想靠冷处理把这事压下去。这种鸵鸟心态哪管用啊！6月15号，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，网友的情绪彻底被点燃，都在喊双方站出来给个说法。说到这，肯定有人会问，这事到底该怪谁？很多粉丝心疼朱一龙，说他就是个受邀参加活动的艺人，道具、流程全是品牌定的，他照着脚本演就行。要求一个演员分得清东亚各种鼓的区别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这话听着有道理，但经不起细琢磨。咱们打个比方，就好比你受邀去一场主打非遗国潮的活动站台，结果现场摆的全是舶来品，还贴着咱们传统文化的标签卖货，你能说自己只管露脸，别的一概不管吗？尤其是朱一龙这种国民度很高，还经常出演主旋律作品的公众人物，你的团队接活动的时候，难道不该做最基本的内容审核吗？长城这种特殊的场景，任何和文化符号沾边的东西，本来就该慎之又慎。这不是专业知识的问题，是最基本的文化敏感度问题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活动前没发现问题，事情闹大了之后，工作室也该第一时间站出来，该担的责任担，该划清的界限划清，跟着品牌一起装沉默，只会让大家觉得你们心里有鬼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随着事件升级，网友顺着往下扒，发现这已经不是朱一龙第一次在文化敏感度上栽跟头了。最早被翻出来的是2006年他考北电的时候，才艺展示表演的是日本剑道。再往后，2016年他去日本旅游拍的照片也被扒了，背景是京都的平安神宫。这是2021年其实就闹过一次，当时有艺人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被封杀，网友顺带着发现了朱一龙这组照片。客观说，平安神宫供奉的是明治维新之前的天皇，和侵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他有一任公司是实打实的乙级战犯，再加上神道教本身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就是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，国人对这类场所本能的反感，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而当年这桩争议还牵扯到了另一位顶流龚俊，当时不知道是谁带的节奏，说龚俊也去过日本神社打卡，两个人的名字直接绑上了热搜，但两边的处理方式简直是天差地别。龚俊工作室第一时间就发了声明，附上详细的地图和照片，说他只是在京都的商业街游玩，根本没进任何神社。龚俊本人也转发表态，说以前没进去过，以后也绝对不会进去。回应快，证据足，态度明确，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。可朱一龙那边呢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，全靠热度自己慢慢降下去。这次击鼓事件一爆，网友又把两件事拿出来对比，同样是遭遇类似争议，一个主动澄清快刀斩乱麻，一个缩在后面任由舆论发酵，最终的口碑差距其实从选择沉默的那一刻就注定了。说到这，咱们再往深了挖一层，这件事的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朱一龙会不会分辨鼓，也不是他有没有去过日本神社，而是当下公众对文化符号的敬畏心已经容不得半点浑水摸鱼了。以前很多品牌搞营销，总喜欢拿东方元素当幌子，东西是外来的，包装成国风就能收割情怀和流量，观众也未必能看出门道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家的文化自信上来了，眼睛也亮了。你是真的传承传统文化，还是拿着外来文化挂羊头卖狗肉，一眼就能被戳穿？尤其是长城、中华大鼓这种自带民族情感的符号，你拿来营销赚钱，就得对得起它的分量。张冠李戴的糊弄，本质上就是对大众文化情感的消费和不尊重。最后我想说，公众人物站在聚光灯下，享受着流量带来的红利，就得承担对应的责任。你立了正能量、国风的人设，就得匹配相应的素养和把关意识。遇到争议的时候，回避永远是最笨的办法。你越多，大家的疑问就越多，反倒是坦诚面对，厘清对错，哪怕是大大方方认个错，都比冷处理更能赢得尊重。毕竟观众在意的从来不是你完美不完美，而是你有没有对文化、对公众情绪最基本的敬畏心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现在中国爱国网友的这个警惕性，那是那个多强啊！这个事儿立刻就让那个
搞这个活动的品牌方，还有这个汉奸股团，还有这个演员朱一龙啊，全都跳出来道歉啊。但是这个事儿道歉归道歉，真的是要警惕啊日本人搞的这些啊这个神神叨叨的文化入侵啊。点个订阅吧，咱们下集再聊。